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从最右侧开始，野兽头颅猛地张开了大嘴，直接将眼前之人吞了下去。随后一个接着一个，尤里等人见状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想要把手抽出来，可是他们的身体就像是被定住了一般，根本无法动弹。成功了，皱纹果然有效。这是神秘阴影告诉他开启这道大门的第二种方法。利用这种方法开启大门，可以关闭禁地内的绝大部分机关，但是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需要消耗5个普通玩家的鲜血。然而那些石头野兽在吞噬了300斤胖子、平平无奇双胞胎兄弟和狗头人之后就停止了。女子面前那个石像微微张了张嘴，又慢慢的合上了，巨力消失，大门缓缓向着两边打开，一条3岔路口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乔治，你欠我一个解释。虽然乔治的鳞片可以挡住 AK-47 的直射，但是他手中的这把手枪可是经过特殊改造的，不幸破不开乔治的鳞片。卡奥则默不作声地挡在了乔治的身前，女人从腰间抽出了一条长鞭，站在了尤里的身后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神秘阴影明明告诉我，用第二种方式开启石门最少需要的5个玩家的鲜血，怎么只吞噬了4个就结束了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不过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也没什么办法，不如这样，死去的人就让他们死去好了，还少了分好处的人。当然，为了避免进入禁地之后你们说我动手脚，我们可以分开行动，我可以率先进入，你们看到我进入后自行选择进入的通道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尤里和女人互相看了一眼，默默点头同意了乔治的意见。好，那就按照你说的办，不过我要先进入。可以，请。尤里看了看安格3岔路口，直接选择了中间的走了进去。该你们了。乔治笑了笑，直接带着卡奥进入了左边的通道。女人在门口等了3分钟，确认乔治没有返回的意思，便一头钻进了右边的通道里。等到几人都进入通道之后，我从隐藏的角落里钻了出来，看着那个3岔路口沉思，我其实早就抵达废墟中央了，只不过加装了消音瓦的我可以让步兵战车静默潜入，不让人发现。看到3人都进入之后，我来到了那座门前，看着3个路口沉思，到底从哪个路口进入更加合适一些。从左边的道路进入，可以最快的抵达中控室，掌控禁地之中的开关。从中央的道路进入，需要直面最强战斗傀儡。如果你想要磨练自身武艺，在生死之中寻求爆重的刺激，可以选择进入从右边的道路进入，是通往禁地最中央最短的路，但是需要面对最多的机关。这还用选择？我立刻做出了决定，当然是直接选择从左边。我将莉莉娜从实验室叫了出来，负责外面的守卫工作。同时001等一大票自走机械也被我叫了出来。我指着停在废墟中央的大辆汽车，对着001说道：看到这些汽车了吗？都给我拆了，我要让这些家伙哪怕出了禁地也要面临没车的困境，把他们困死在这里。001带着众多自走机械冲了上去，安排好之后，我扛着一个蜂巢式火箭弹发射器，走进了左边的通道，向前跑了大概1公里左右。前方出现了一个分岔路口，一条路通往左边，一条路通往右边，在2条路的中央，卡奥正抱着肩膀站在通道的中央。卡奥看到冲进来的我，脸上露出了茫然之色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他奉乔治的命令在这里看守，防止尤里他们反悔，跟着他们。可是没想到尤里他们没等来，却等来了一个没见过的年轻人。大威天龙！我没跟卡奥废话，直接启动了蜂巢式火箭弹发射器，一连串火箭弹铺天盖地的向着卡奥射了过去。卡奥看着铺天盖地的火箭弹，整个人都傻眼了，连忙来了一个抱头蹲防。可是火箭弹实在是太密集了，一连串剧烈的爆炸声响了起来。等到硝烟散尽，巨龙改造者卡奥已经变成了一地碎片。就这，我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神色。看视频的时候还以为多厉害呢，结果一轮火箭弹就干掉了，白白浪费了我那么多感情。解决了卡奥之后，我来到了岔路口前，我惊讶地发现刚才的火箭弹爆炸强度太高了，直接将墙壁炸坏了一部分，露出了一个黑洞洞的金属通道。发现通风管道，通过通风管道可以快速直线抵达中控室。哟，居然还有意外发现！我一听笑了起来，急忙爬进了通风管道之中。远处听到爆炸声的乔治停下了脚步，回头望着。尤里这个家伙真是越来越过分了，进入迷宫居然还带着这么多炸药。不过你携带的武器再多也没有用，我可是被神秘阴影钦点的命运之子，你就在后面慢慢找路吧，等我抵达的中控室就是你们的死期。乔治转身向着一条通道跑去，身影没入了黑暗之中。该死的，这些家伙怎么这么多？尤里一枪崩碎了一个大型钢铁傀儡的脑袋，那个钢铁傀儡倒在了一边。同样的钢铁傀儡，尤里已经干掉了10多个。柔弱无骨的女人像是蛇一样，从满是尖刺的陷阱里爬了过去。她的身体就像是没有骨头一样，完美的躲避了长达10米的尖刺陷阱。
就在这时，呼噜噜一阵轰鸣声响起，一个巨大的钢铁圆球从前方的坡道滚落了下来。那个巨大的圆球直径和隧道等宽，只在2个角落里留下了不足20厘米宽的缝隙，正常人绝对无法从那里通过。可是柔弱无骨的女人却直接贴到了墙角，将身体拉伸成了宽度只有15厘米的长条，整个人变得奇长。巨大的圆球从她身边隆隆滚过，竟然没有伤到她一丝一毫。等到圆球滚过之后，柔弱无骨的女人才重新恢复了正常，继续沿着通道向里面走去。一个隐秘的房间里亮着无数的显示器，将众人的形态一一记录了下来。房间的门被一脚踹开，遍体鳞伤的乔治冲了进来。尽管他得到了神秘阴影的指引，但是这个禁地里没有任何一条道路是没有防守的。他也是费了不少力气，才一路冲杀了过来。终于到中控室了。乔治看着显示器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他看着屏幕上的尤里和柔弱无骨的女人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我承认你们2个人都很强，或许1对1正面打斗我不是你们的对手，但是在这里，这是我的主场，你们就长眠在这里吧。乔治说着，启动了2人通道里所有的机关，成百上千的机械傀儡被唤醒，向着尤里所在的方向冲了过去。毒物、强酸、火焰喷射器，各种机关被启动，哪怕柔弱无骨的女人在通道之中也是寸步难行。都去死吧！你们死了，再找机会干掉皮耶罗那个该死的家伙。我就是唯一的神眷者，我才是真正的命运之子，我将会成为神。乔治双手捏成了拳头，大声地喊着，他的眼神中满是疯狂之色。就在这时，他的头上发出了一声大喝：是谁？乔治惊愕地想要回头，他明明已经看过了所有的显示器，为什么没有发现敌人？可是他的这些疑问已经永远无法解开了。我手中疯狂转动的电锯切开了他的脖子。还以为多强呢，原来脑袋和原本的强度一样啊，留着这么大的一个破绽，你这是改良哪里了？还不如加里森呢。你说你这么张狂蛋吗？